老夫人，庄总他出国了。什么？妈，怎么了？庄总竟然逃婚了！怎么回事啊？新郎逃婚了，这对于任何新娘来说都是莫大的屈辱吧，但对我来说并不是，因为不嫁！你以为我把你接回来为了什么？就是让你替你死去的姐姐加入庄家。这本就不该是我的婚礼，新娘也本不应该是我。你以为我把你接回来为了什么？就是让你替你死去的姐姐加入庄家。敢不嫁，就送你下去陪你姐姐。女儿，你看在妈生你的份上，你就替你姐姐嫁了吧。要是不嫁的话，我们江家就完了。妈，爸妈，你们满意了吗？庄总临阵逃婚，今天江家的脸可是要丢大喽。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下场。区区一个江家，怎么有资格和云城第一的庄家联姻？这江家姑娘呀，以后在庄家的日子可不好过喽。3年时间，我一手把玉池集团带上了商界顶峰。江总，我们当初都看走了眼啊，谁知道当年被庄总抛弃的那个小姑娘，现在不但在庄家立足了脚，还当上了玉池集团实际掌权人，我们的顶头上司啊！这谁能知道呢？短短3年，让玉石集团的市值超了100倍，这就算是庄总他本人，也不过如此吧。据说庄总马上就要回国了，是不是怕被江小姐取而代之？江总说，黄颖，你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吗？江总，网上爆出了一组艳照，里面的女主角跟你很像。艳照？确实很像，P 得不错呀。这组照片已经在网上发酵了，现在事情很严重，咱们玉池集团的股价已经开始下跌了。我知道了，走吧。去哪儿？报警。报警？遇到这种事情不应该报警吗？难不成你真以为照片上的人是我？当然不是了。委托好律师，同时让公关部发布声明。是。这是灯也亮着，好嚣张的毛贼！要一起吗？不仅是个毛贼，还是个淫贼。你这是要谋杀亲夫？谋杀亲夫？你是庄玉？你是庄玉？3年没见，连你老公都忘了。哼，原来你是我那个3年前临阵逃婚的丈夫。你要不说我还真忘了，我还以为我丧偶了呢。事已如此，所以就肆无忌惮地找别人玩。你说那些照片，那不是……原来庄总是因为这个回来的，我以为你连婚都逃了，绿帽子这种事情也不在乎了呢。还是要在乎的，毕竟不在老婆身边，是老公的失职。难得庄总还知道失职这个词啊。不过庄总想要陪我，是不是也太过自大了呀？
是吗？现在还觉得我自大吗？还是应该去掉一个字？你走开！害怕了？没关系，我给你时间适应。庄总确实要给我适应的时间，适应我的老公还没死。既然庄总喜欢在这里洗澡，那我就把整栋房子都送给庄总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离开3年，我的行踪你从来不问，我刚一回来就有以假乱真的艳照流出，这局面有点意思。看来3年的宁静生活要被打破了。你好。你是谁？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还用了变声器，够小心的。背着我跟谁打电话呢？穿上衣服倒也是摸狗样的，可惜败絮其中。能背着自己丈夫的人会是什么人？男人啊。既然是男人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你继续，我这个做老公的就不打扰。这个男人到底在搞什么呀？庄总，你到底……少夫人，老夫人让我接您回庄家。妈，喝水。少夫人回来了。江婉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不是你们找我回来的吗？那我走。梅儿，行了。来，坐奶奶这儿来。奶奶，咖啡，谢谢。江婉，我们叫你回来是来开茶话会的吗？奶奶，你找我回来是为了照片的事情吧？我已经报警，并通知律师处理了，很快就会有一个说法的。你委托律师有什么用？你知道今天玉池集团损失多少吗？谢谢。别说跌1天，就是跌半年，也不过是这几年我为玉池赚的9牛1毛。别说是跌1天了，就算是跌半年，也不过是这几年我为玉池赚的9牛1毛。当然，照片的事情确实是对玉池集团造成了很大影响，我得给你们一个说法。股票跌这么多，你给一个说法就完了，你糊弄谁呢？我的说法就是为了弥补你们的损失，你们可以把手里的股份卖给我以下跌前的价格收购，这样你们就不会有损失了。收购股票？江婉，你别忘了，玉池集团姓庄，他不姓江，轮不到你个外姓人说了算。这说法已经给你们了，你们不乐意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江婉，你……婉婉，你误会梅儿的意思了，我们损失点利益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只是觉得玉儿刚回来，也就出了这样的丑闻，玉儿她……我和我老婆会有什么误会？哥，你还不知道照片的事儿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行了。照片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一些小情绪，媒体为了流量瞎折腾，你们也跟着瞎闹腾。别说，他竟然帮我。小月，你说什么小情趣啊？啊，对了，你啊和婉婉多来点小情趣，争取啊让婉婉早日怀上孩子，奶奶可等不及了。奶奶放心，
凭我的实力，明年一定能让您抱上重孙子。凭我的实力，明年您就能抱个胖孙子。你们先聊，我去厨房找点吃的。好好。婉婉害羞了。不是哥，你怎么自己捡绿帽子往头上戴呢？你才刚回国，照片上怎么可能是你呢？那你觉得是谁啊？或者说，你知道是谁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哥，我就是怕你被他给骗了，他手段可多着呢。你是在说我老婆，你嫂子的坏话吗？哎，小玉，梅尔只是关心你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他平时跟婉婉的关系好着呢。最好是这样。我老婆真贤惠，还亲自下厨，我必须要尝一尝。我只煮了我自己的。那把你的分我2口。行，出去等着吧。老婆辛苦了，真是色香味俱全，看起来就有欲望。我记得你的资料上说你不吃香菜的。我记得你的资料上说你不吃香菜的。你的资料是3年前的吧？过去了这么久，很多东西都会变的。变化确实挺大，大到我都以为我换了个老婆。阿玉，一天不见，我好想你啊！阿玉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想听你说话。周彤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注意分寸。哎，婉婉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房间给你和小玉都准备好了。奶奶，我爸妈让我回趟江家，我先走了。哎呦，这就不能明天再去吗？哎，果然还是在意的。真香。小姨抱抱。是吧？小姨晚安。晚安。等我彻底脱离庄家，你就能光明正大的喊我妈妈了。爸妈，照片的事儿，庄家那边怎么说？已经给庄家说法了，他们没什么意见。好，不迁怒咱们家，不恨你就好。哦，对了，庄玉回来了，他对照片的事儿怎么想的？他的想法也不重要，反正3年之约快到了，我很快就会跟他离婚。哎呀，婉婉，你就没有想过和庄玉长久生活下去？你们是想让我帮江家拿下城西的那块地皮吧？那只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你为庄家付出这么多，
要是离了婚，那岂不是相当于给别人做了嫁衣？爸妈，你们是不是忘了我本来是谁了？地皮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，但这是最后一次。有饺子买单！销售牛逼！顶销售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城西地皮的项目一直是萧家负责，有了这个项目，江家至少能衣食无忧30年。我说我今天心脏跳得厉害呢，原来是江大美女来了。萧少要是哪天心脏不跳了，我也会到场。嗨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冷漠啊。不过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儿，让人心痒却又得不到的劲儿。这算不算犯贱？没办法呀，我看到你就是想犯贱。嘿嘿。哎，阿月，那是不是你老婆呀？阿玉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他守不住，我能理解。可你都回来了，他还这样。阿玉，你身体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吧？你检查检查。谁要给你检查？我又不是医生。去，玩去。通知下去，以我个人名义加入城西地皮的竞标。江婉，要不你和庄玉离了呗？离了，你娶我？我娶你啊！3书6礼，3媒6聘，8抬大轿，10里红妆，凤冠霞帔，明媒正娶的娶你。庄总竟然逃婚了，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下场。区一个江家，怎么有资格和云城第一的庄家联姻？可我配不上你。抱歉啊，萧少，接个电话。婉婉，喂，爸。江婉，庄玉怎么也开始争西城那块地皮了？庄玉，这件事情你不知道吗？我现在知道了。这男人还真是小心眼。哎，喝酒！庄总，喝一杯嘛。离我远点儿。阿月，你老婆来查岗了。阿月，你老婆来查岗了。来查岗了。你还有多久？有事？我喝了点酒，想让你带我回家。哥几个先喝着，今天我买单。阿月，不带这样的，说好的一块通宵呢？是呀，陪老婆通宵。能自己走了？头有点晕。哟，阿月，玩得开心啊！玩得开心啊！今天怎么这么听话呀？你有不高兴可以冲我来，但不要为难江家。老婆大人都发话了，
那我得照办呀。那我就冲你了。不要在这里。你说的对，是不该在这儿。在这儿总可以了吧？你这个台阶。这么生气干什么？不就泡个温泉吗？泡完这一次，你就不会再为难江家了吧？我现在火比较旺，一次恐怕不够。为了江家这么委屈自己，真当自己是江家大小姐了？张总，你说什么呢？江家就一个女儿，我不是江家大小姐，我是谁？别糊弄我！掌管了庄家3年的女人，怎么可能是个蠢货？张总说什么呢？我确实听不明白。你根本不是江家大小姐。你根本不是江家大小姐。终究还是瞒不住了。没错，我确实不是。知道就好。从现在起，你是我庄玉的女人，是庄家的太太。我不允许你再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，包括江家。你为了块破地皮都要出卖色相，真当我庄玉不如那个废物20族啊？原来还是舒小卓的事啊，我想多了。地皮是江家的事，我不想占庄家便宜。你既不想占庄家便宜，又不在乎老公逃婚，那你在庄家图什么？图独守空房的快乐？独守空房确实挺快乐的呀。有比独守空房更快乐的，我让你感受感受。你想好了？什么？3年前我嫁入庄家，奶奶和我有过约定，婚期3年，3年一到，不管你回不回来，我们都自动解除婚约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3年？那不快到了吗？是啊，就剩2个月了。你现在要是睡了我的话，到时候可就说不清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会赖上我，不离婚？媳妇儿，你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我白天不说话是因为有大哥在，有大哥在我说话也没用啊！媳妇儿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，你可不能误会。误会？好，你现在出门把江婉给我杀了，我不误会你。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你消消气。收拾那个女人，根本不用我们亲自动手，我有别的办法。你倒是还有点用处。我还有别的用处。媳妇儿，休息吧。江总，不好了，您又上热搜了。我又被爆出什么新瓜呀？是您3年前婚礼的视频。都3年了呀。江总，现在事情比较麻烦，这视频一爆出，大家都觉得您艳照的事是真的了。说我为了报复当年被逃婚，所以出轨了。是的，而且咱们玉池集团的股票下跌得更厉害了，现在董事会的人都急了，在会议室等您要个说法呢。要不我就说您出差了，把他们都打发走。不用，他们要个说法，那我就给他们一个说法。把这条视频发出去。
您和庄总。庄总，这条新闻要处理掉吗？我和江总的关系很见不得人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为什么要处理？加大力度推广，我要让这条新闻占据所有网站的头条。是。与娇妻连体泡温泉，确实是娇气。都这么久了，江晚怎么还没来？还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？哼，他是不敢来了吧？2天时间让我们损失这么多钱，他哪有脸见我们？他来不来，今天都得从浴池走人，不然集团迟早毁在他手里。就是。江晚，你这次死定了。诸位董事挺精神的嘛。江晚，你好大的面子，居然让我们等这么长时间。你们不是找我要说法吗？再等10分钟，说法自然来。还等10分钟？股票都跌停了，10分钟以后还会涨起来吗？没错，再等10分钟，股票不光能涨起来，还能涨停。没错，再等10分钟，股票不光能涨起来，还能涨停。哼，你们大家都听他说什么？10分钟以后股票会涨停。江晚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说涨就涨，你真有那本事啊？昨天怎么不拿出来使啊？昨天没这个条件。昨天没有，那今天有。江晚，你别在这拖延时间，我们没心情跟你在这耗，你必须马上。刘董事，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那我们就来打个赌如何？打赌？没错，如果10分钟之内股票没有像我所说的涨停，那我这个执行总裁主动辞职，离开浴池，并赔偿刘董事这2日的所有损失。什么？江晚，你想耍什么花样？我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耍花样吗？好，那我再等10分钟。那不能光等着呀，既然是打赌，就得有来有往，不能光我一个人下注。那你还想怎么样？别担心，刘董事，你的赌注很简单，如果股票像我所说涨停了，刘董事主动退出董事会就可以。退出董事会？刘董事跟他赌，他就是在吓唬你。你要是不跟他赌的话，他可就有借口浑水摸鱼了。他这就是虚张声势，我就不信。他说涨就涨。好，我就跟你赌，如果今天股票涨停，我退出董事会。很好，机会难得，还有别人想参与这个赌局吗？赌注跟刘董事一样就好。我也跟你赌，我就不信了。我也赌。庄妹，你不是说我吓唬人吗？不参与一下？江晚，你别以为你专门点我名我就会怕。我告诉你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我也和你。真的涨停了？什么？人家夫妻俩都一起泡温泉了，说人家婚姻名存实亡的，站出来！我就说艳照和逃婚都是假的，人家2口子感情好着呢。2人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看好2人联手将玉石集团带上新高度。是谁推波助澜了吗？新闻热度比我预期的高了不少，导致股票涨停早了几分钟，没能多拉几个人入局。江晚，你明明准备了这一手，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？我一进来就跟你们说再等10分钟了，可你们没人信啊。江总，我是相信您的。这3年，浴池遇到所有的危机都被您解决了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我早就告诉你们要相信江总，你们就是不信。现在知道错了？对，我一直相信江总，我也是被别人硬拉进来的。江总，现在事情解决了，我们就不打扰您工作了。等等，刘董事、孙董事、杨董事，你们3个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？江总，您不是开玩笑吗？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开玩笑？
小婉，你不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啊！刘董事，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，我能让人赚钱，也能让人赔钱，甚至赔得倾家荡产。我愿赌服输，我退出董事会。我也退出，我退出。周妹，江婉，你少借题发挥哦，我可没和你赌。我知道，我只是通知你一下，你这个公关部负责人被开除。什么？江婉，你凭什么开除我？就凭这2天的危机公关，你们公关部没有起到一点作用，我开除你这个负责人有问题吗？要是没有你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破事。要滚蛋也是你滚蛋。我告诉你，江婉，你少拿鸡毛当令箭。别忘了，玉池集团他姓庄，是姓庄，但现在是我当家，我说要开除你，谁敢说不？你挺热闹啊，庄总。哥，这个女人要开除我，我可是庄家人，你说这像话吗？确实不像话。江婉，你再开我一个试试。庄妹，你都被开除了还在顶嘴，太不像话了。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你亲妹妹，你怎么帮一个外人？你们也觉得我在帮一个外人吗？你们是觉得我回来了，玉池要变天了？我告诉你们，婉婉以前在玉池是万人之上，以后依旧是万人之上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怎么样？我说你是万人之上，开心吗？只在我一人之下哦。庄总好手段，用我的手来立自己的威。你不也一样，用我们泡温泉的私密视频解决自己的公关危机？我也不是为了自己，我是为了玉池集团，你也是受益者呀。是吗？婉婉还真是用心良苦啊。哎，那我们再拍一段，把恩爱做得更实一些。你就不怕我讹上你，从此脱不开身啊？求之不得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你怕我们离婚之后对玉池造成影响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在接手玉池的时候就已经签过合约，如果有一天我离开玉池，便不再踏入商圈，也不会跟任何人交代任何玉池的消息。合约这东西好像只有奶奶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才相信。对于我来说，好像把你留在身边更稳妥。你说呢？所以你想占有我，只不过是为了不让我背叛庄家。我只是单纯的想占有你。抱歉，我不想被你占有。想不想，你得试过才知道。你看我说什么？在玉池，你是万人之上，只在我一人之下。一人之下我看到了，万人之上我可没看到。确实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给你个交代。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妹儿，行了，你别弄了。你弄成这样子，还得我找人给他置办？凭什么给他置办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不能直接把他赶出去？难道我们庄家离了他就活不了了吗？我们庄家离了他是活不了了吗？妹儿，这都是你奶奶安排的，在他面前可不敢这么说话。我才是我奶奶的亲孙女，她凭什么帮着一个外人欺负我？没错，她就是只破鞋，我要把她的鞋也扔出去。
你的？经常这样？还好。你就由着他胡来，这不是你的性格。你的意思是要让我处理你的亲妹妹？走吧。哎，换鞋会踩脏的。地板不就让人踩的吗？我的妈呀！哥，你们怎么不换鞋就进来了？把地毯都踩脏了。你嫌弃我？我不是说你。那你在说谁呀？说呀。玉儿，媚儿也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她只不过想问问你们，为什么没换鞋就进来了？我的拖鞋被狗叼走了，换不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我都没有注意。媚儿，去把狗关起来，这也太调皮了，都已经会叼拖鞋玩了。一双破鞋而已，被狗玩玩怎么了？这么大的人了，非让别人用巴掌教你说话。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要别人用巴掌教你说话？你的意思是要让我处理你的亲妹妹？原来她是要替我收拾。媚儿，玉儿，你怎么能打媚儿呢？她可是你的亲妹妹啊！婉婉是我老婆，谁敢对她不敬，我六亲不认。我不活了！怎么回事？媚儿，媚儿，我不活了！你放开我！你让我去死！放开他，他想死就成全他，干嘛要阻止别人的梦想啊？庄月，说什么胡话！我生起气来，浑事也干。你够了，都给我消停点，一个个饭都没吃，怎么撑着了？媚儿，过来。婉婉，脚累吗？是有点。赵婶，去给少夫人拿上新拖鞋。是。等等，谁去？谁的狗？我给媚儿买的。谁的狗谁去？什么？谁的狗谁去？什么？哥，你不要太过分！凭什么让我老公给他拿鞋？怎么着？要不你去？我100，去给你大嫂拿鞋。是。大嫂，你的鞋。哎，你拿这么高怎么穿？蹲下。怎么，不愿意？大嫂，请换鞋。辛苦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是谁放出婚礼视频的，以后再敢有人作妖，我让他真正的当狗。去给你个交代。他真的要给我个交代？张婶儿，再拿双新鞋。是。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行了，都散了吧。小玉，陪奶奶到花园里走走。奶奶，我还要陪老婆呢。我去趟洗手间。你这臭小子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这样整，
真是反了天了。我不造反，就有别人要造反了。她可是你亲妹妹。真的是亲的吗？她真的是我亲妹妹吗？你这说什么话？奶奶，您真当我傻？照片的事本来可以第一时间压下去，最后却弄得全网禁止。奶奶，您真不清楚其中的原因？小玉，江晚虽然有能力，可就是因为这样，才不能让他一人独大。这尉迟姓庄，不姓江。那3年前您把尉迟交给他的时候，怎么不担心这些？现在我回来了，用不着人家了，就开始赶人了。小玉，你这么护着他，是不是喜欢上了？哎，我记着3年前是哪个臭小子当天逃婚，这一逃就是3年。哼，奶奶，3年前我为什么逃婚您不知道吗？这3年我在国外做了什么，您不清楚？奶奶，我什么都明白。我这次回来，不是跟江晚夺权的，我是要帮他做得更稳。唉，看来我真是老了。江晚，别以为你赢了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斗不过我，就拿我的东西出气。没错，我还会连你一块儿气。好啊，我人就在这儿呢，来呀！你以为我不敢呀？江晚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在庄家，我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你就完了。你还算有点自知之明，知道你是个外人。我哥现在向着你啊，是为了尉迟集团的名声，等你哪天彻底没有，你就是破鞋一只。比起见血，我更喜欢打脸的感觉。竟然敢打我！来人！来人！叫啊！我看庄玉来了，是向着你还是向着我？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要别人用巴掌教你说话？这就对了，要是没勇气承担后果，就别叫嚣，把房间给我恢复原样。但凡有一点不一样，我让你付出对应的代价。你当你老公是摆设？那一起走。为什么要自己动手？觉得我给不了你交代？我只不过是不想劳烦您大驾。我很生气。然后呢？哄我。怎么哄啊？女人哄男人，还能怎么哄？你就这么想睡我？日思夜想。既然想，还不快走？今天这么爽快，是因为我帮你收拾了庄妹和乔一白吗？不是。是因为我心情好。是因为我心情好。难得老婆心情好，我得把握机会啊。你洗澡，
一起，随你。这事儿确实得随我。这家伙昨晚怎么……好在长得还行，我也不亏。小姨，我能再怀一次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小姨今天不上班，可以陪小糖果玩一整天，想怀几次都可以。小姨真好。好了，去吧，小心啊。嗯。喂，有什么事吗？这么冷漠，婉婉，你这是提上裙子就不认人了？有事说事，没事就不能找你了？你可不能吃饱了就把厨子忘了。没事就挂了。哎，哈，小姨，你看我又怀下来了。怎么有孩子的声音？你在哪儿？怎么有孩子的声音？你在哪儿？有事回公司说吧，挂了。喂，妈，我公司有点事，你过来把小糖果接回家吧。小糖果，抱歉啊，小姨今天要食言了，我公司有事情，不能陪小糖果玩一整天了。这样啊，小姨，没事的，你已经陪我玩了这么久了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谢谢小糖果的理解。孩子，再等等，我们马上就能光明正大待在一起了。到时候你想玩多久，妈妈就陪你玩多久。庄总，查到了，江总今天去了游乐场。游乐场？现在过去。拜拜，慢点。小糖果再见。拜拜，小姨。和谁打招呼呢？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要来游乐场见？凑巧。走吧，回公司说。大周末回什么公司？那你想去哪儿？去江家。我回国以后还没见过岳父岳母。庄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作为女婿，拜见自己的岳父岳母不应该吗？你紧张什么？好，同意了。我以为你会拒绝。我拒绝了，你就会不去吗？不会。那不就得了？我跟我妈也说一声，让他们准备一下。不用了，给老两口一个惊喜。走。婉婉，你不夸夸我，我这可是在国外就给岳父岳母准备好礼物了。有心了。怎么感觉你比我还紧张？我这新上门女婿，紧张的应该是我。你从上到下哪里紧张？我老紧张了，你摸摸。到了。婉婉，你怎么来了？妈。庄玉。妈，以后叫我小玉就行，叫大名太见外了。好好，以后就叫你小玉。快坐。不知道你和爸喜欢什么，随便买了点。都是自家人，花这钱干什么？看，妈认可我了，说我是自家人了。妈，爸睡觉了吗？睡觉的话，把他门关上吧，省得吵到他。啊，好好，我这就去。小姨，
小姨，小姨，小姨，哦，一个远房姐姐的孩子。对对对，他没时间带，就寄养在我们家了。这样啊，你们俩长得还挺像。是吗？可能因为我们都长得比较漂亮吧。确实都漂亮。小姨，他是谁啊？他叫叔叔就行。叔叔好。你好呀，小丫头。哎，他叫你小姨，不是应该叫我小姨夫吗？都一样。庄玉，你来了。爸，别见外，坐。不用坐了，这人也见了，那我们就走了。留下来吃饭吧。不吃了，走吧。妈说的对，就留下来呗。妈，婉婉经常说您做的饭好吃，我这一直想尝尝呢。婉婉，你陪小玉聊会儿天，我和你爸做饭去。对。怎么弄得像你们家似的？小丫头，过来，小姨夫给你个礼物。去吧。叔叔，你要给我什么礼物呀？你先说你叫什么名字，然后小姨夫再给你礼物。叔叔，我叫小糖果。小糖果？那你是很爱吃糖果吗？是的，叔叔。巧了，叔叔给你带的礼物就是糖果。他怎么会提前准备了糖果？就是糖果。谢谢叔叔。糖果虽然好吃，可是不能吃太多，一天只能吃一个。知道了，叔叔，我会把糖果放到姥姥那，每天找姥姥要一个吃。那今天这个，小姨夫帮你剥开喂你呗。谢谢叔叔。他倒是喜欢孩子，只是那些糖果是巧合，还是他知道小糖果的存在？你为什么会随身带着糖果呀？很奇怪吗？别告诉我你很喜欢小孩子，随时带着糖果，准备随时给他们。你猜对了，我就是喜欢小孩。要不你给我生一个？不可能。为什么不能？不想生，还是不想跟我生？都不想。别动，爸妈看着呢。我这就是给爸妈吃个定心丸，他们看到咱们如此恩爱，心里就不慌了。我谢谢你啊，我替我全家都谢谢你。打算怎么谢？庄玉，小朋友看着呢。说到小朋友，你真不打算给我生一个？就咱俩这基因，生出来的小孩得多漂亮，跟小糖果一样。想得美。想想是挺美。那你就好好想吧，想得美一些。婉婉，小玉来吃饭了。来了。吃饭。真的好吃。妈，婉婉说的没错，您做饭果然这个。小玉喜欢就好，想吃的话以后常来。我吃饱了，咱们走吧。这就走了，没别的事了。这么着急干嘛？我找小玉还有事谈。小玉，跟我去书房。婉婉，没办法，爸还找我有事谈，只能再等会儿啊。婉婉，看到你跟小玉这么好，我跟你爸就放心了。妈，我其实我带小糖果洗澡去。
还没出来？那个婉婉啊，爸不小心墨汁弄到小玉身上了，你啊带她去洗一洗啊。婉婉啊，真没办法，看来今天是走不了了。你说咱爸是不是故意把墨水洒我身上，想让我留宿在这儿？其实啊，咱爸多此一举，他不知道咱俩的关系已经坐实了。既然觉得多此一举，为什么还要留下？既然觉得多此一举，为什么非要留下来？我走了，咱爸都失望了。咱俩的关系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实一点，你说呢？庄玉，你是不是有多动症啊？有，而且很严重。有病你就吃药。你就是我的药，让我吃一口，缓解缓解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想干什么还不明显吗？庄玉，你为什么非要来江家，在我爸妈面前演这么一出啊？你认为我是演戏？难道不是吗？别告诉我你对我有感情了。万一真的是呢？那庄总还真是多情种子啊，才见几面就爱上了。一见钟情不可以吗？我看你是见色起意吧。这么说也可以啊。这么晚打电话，肯定是有急事。喂，你到底是谁？还玩上瘾了？不是第一次。害怕吗？这种藏头露尾的家伙害怕什么呀？不怕就好。那咱们继续。没心情。那你的意思，咱就睡个素觉啊？你可以走。不走。庄玉，你素觉就素觉，睡吧。怪不得他不在。婉婉，你们夫妻俩是怕那狗仔们饿死啊？天天变着法子上热搜。你前天艳照门，他昨天出轨门，你们两个也太会玩了吧？不过这庄玉真不是个东西，哎，拆你台都不带过夜的。行了，说正事儿吧。你不是说查到给我打电话那个人了吗？人在哪儿？别提了，被人截胡了。啊？你猜怎么着？前天早上我带人过去，我刚到，人被一拨人带走了，就差那么一丢丢。也有人要找他？还是说有人在保护他？那个人什么身份？天地酒吧的一个服务生。一个服务员都能弄到我的私人号码？我跟你说，这背后肯定有人指使。哎，不过现在人没了，线索也断了。好，先不说正事儿，有个要紧的事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和庄玉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哎，他都半夜私会女人哎。男人半夜不就是要私会女人吗？不然还去私会男人啊？婉婉，你一点都不在意？没什么好在意的，走了。高岩，庄总半夜去接机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那你把那个女人信息给我。婉婉，你这是吃醋了？
你这是吃醋了？庄总，你误会了，我只不过是为接下来的公关做准备。当然，如果你想在热搜上一直挂着，就当我没问。那就让他挂着。好，上车。你不问问去哪儿？问了又能怎么样？我能拒绝吗？那自然是不能。开车。阿月，没看出来你还是时间管理大师啊，居然有空去见。哈哈哈，嫂子也在呢。阿月，有两下子，这么快就把嫂子给哄好了？我可不止这两下子。人呢？哦，阿月，一会儿你可悠着点，嫂子可在呢。为了婉婉，我可以无恶不作。阿月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会甜。你不知道的多着呢。打电话的人被你抓了，不愧是婉婉，一下就猜到了。原来他昨晚是去帮我抓人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抓我？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抓你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正好，给我个做恶人的机会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你干什么？不用担心，只不过试试手感。但如果你继续说不知道的话，这瓶酒就要用你脑袋开。我说，那2个电话是我打的，但是那些照片不是我发的，我只是负责打电话而已。谁让你打的电话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只是接到一个匿名电话，他说只要按他说的去做，就会给我一笔钱。行了，带下去吧，去查查他说的那个匿名电话和银行账户。婉婉，这刚才他要是不说，你真的会砸下去吗？阿月，你怕是不知道云城商界给嫂子的绰号吧？还有绰号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女阎王，怕了没？有杀猪的男人，就有按腿的女人。我和婉婉不愧是天作之合呀。我去趟洗手间。哎呀，阿玉啊，你还真是变了，变得越来越不要脸了。要脸有什么用？我只要老婆。老婆，给我洗洗。那天去机场接机的叫周彤，是我老师的女儿。你别多想，你别多想。没想。真没想？没想。你这样让我很挫败。庄玉，照片的事情我会尽快处理，不会影响玉池集团的。你觉得我做这些是为了玉池？难不成是为了我？是为了你。为了睡觉的时候不再被电话打扰。我会尽快解决的，好让庄总能安心睡觉。爸，婉婉，
你听说了吗？萧卓被赶出萧家了，地皮的事儿是不是要黄了？萧卓被赶出萧家了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大家都在传萧卓并非是萧家血脉，萧老爷子都被气到住院了。婉婉，地皮的事儿可怎么办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黄莹，过来接我一下吧。我曾经问个不休，可是江总，是不是萧少嘛？果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他都被赶出家门了，还能这么潇洒？黄莹，这个地方包场多少钱？得几百万吧？怎么了，江总？没什么，就是想给男人花钱。江总，这酒吧老板可真精，他要按前一天的成交额交押金，有这个数。正常，生意人嘛，总得想更多办法赚钱。好了，走吧。这就走了？这可是500万啊！这石头扔到河里还得听个响呢，江总。也是，那就听个响吧。各位，今晚的消费由萧公子买单。好。好了，响也听完了，走吧。这500万就听了个响，江总，一般都是男人为女人一掷千金，我还头一次听说女人为男人这么豪气的。千金难买美人笑，这个美人可不只是女人啊。这萧卓的皮囊也还不错，不是吗？我觉得论颜值，没人比得上庄总。是吗？江总，你别误会，我对庄总绝对没有非分之想。想也没事儿，我也不介意。啊？还真是你这女人啊！江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替我包场，你看不起谁呢？萧少，你误会我们江总了，我们江总这是在给你撑场子呢。给我撑面子？你们是觉得我萧卓不行了？我告诉你们，我萧卓生是一条龙，死我也是一条死龙。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的你？萧卓，死龙还不如河沟里的一条烂泥鳅，豪横什么呀？江婉，你今天来是专门打我脸来了吧？我是还你人情。这3年没少见你的光，一直想还，但是之前萧少风光无限，我也没机会还。这好不容易有机会还了，我不得好好把握一下？听你这意思啊，我落魄了，你还挺高兴啊？也不算太高兴吧。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让我欲罢不能的。爷以前风光的时候，那帮孙子一个个恨不得跪下来舔老子的鞋。现在我落魄了，一个个逼我跟逼瘟疫似的。也就你这蠢女人，还舍得花钱给我撑脸。萧少，你开心就好。你这话的意思，我要是被你包养的小白脸啊？你够白吗？不是。要不我脱光了给你看看。那你脱吧。真是每次都败在你这女人嘴上。江婉，城西地皮的项目我帮不了你。你已经帮过我了。江婉，难怪你一个外姓能执掌尉迟集团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跟你客气的，今晚我要大喝特喝，把你喝到破产。祝你成功。嘿嘿，阿月，你老婆去酒吧找萧卓了，还一掷千金的给萧卓包了场，你这是要被绿的节奏啊？至少我有的绿，你有吗？不是你，切，没劲。阿健，你说他为什么不找我？不管是照片还是地皮的事，你说他为什么不找我？不管是照片还是地皮的事儿。怎么，这才几天就动心了？
不愧是嫂子呀，三言两语就把你这个铁树给撩开花了。我也可以轻而易举的让你脑袋开花。得，你说他为什么不找你呢？当然是因为他没有向别人求助的这个习惯吧。我也算别人？你还不如别人呢。这3年出什么事儿都是他自己解决，难不成是等你回来再解决？他这3年很辛苦吗？何止是辛苦，我记得他刚开始接手尉迟不久，参加了一场酒会，那帮人啊，我不会百般刁难他，还有一群老东西强行灌他喝酒。这一杯酒喝了，喝起来，喝，来喝完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来喝吧。当天晚上就喝得胃出血住院了。还有一次，尉迟的分公司出现了一个安全问题，家属聚起来闹事，把嫂子给打了。杀人偿命！杀人偿命！不是这样的，你们听我解释。是杀人了！你是不知道，那血啊，流了一地。就是因为这次安全事故，银行收缩资金，导致尉迟资金链差点就断了。当时是他到处借钱，才挺了过去。据说呀，3天3夜都没合眼。我有时候就在想啊，这对一个男人来说，都已经非常不容易了，更何况她是一个女人呢？唉，我想想都心疼。心疼你嫂子？靠，我一个外人我就不能心疼了？你脑子里想什么呢你？我自己老婆我自己疼。把所有灌他酒的人的名单给我列出来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本报讯，昨晚云城市几个知名企业家同时被送入医院，据悉是因为饮酒过量。庄总做的？是的，庄总可是让这些人喝了1整箱的路边酒，这些呀，全是当初灌你酒的人。庄总是替你出气呢。也许吧。走吧，去马场。江总这是想要去骑马？边骑马边等人。说到等人，天地酒吧的张老板想见你。我等的就是他。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英姿飒爽。他是谁？有没有人帮我给介绍介绍？张老板，我们江总酷吧？是，太酷了。原来昨天江总给萧少花钱包场，还萧少人情只是一方面，还要让这个张老板来见他，花1分钱办2件事，江总绝了。江总，这位是天地酒吧的张经理，已经等您半个小时了。张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江晚，认识，尉迟集团的江总吧？张老板怎么会认识我？是看了我的艳照吗？什么艳照？我不知道，我好久都不上网了。是吗？江总，那我就不兜圈子了。昨晚上酒吧消费记录单您看了吗？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，余款今天就会打到你的账户上。谢谢江总，谢谢江总。江总帮了这么大的忙，就口头谢谢，是不是太没诚意了？不知这位先生是？不认识我？那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庄，是江总的老公。原来是庄先生啊。庄先生说的是，今年只要江总来我们天地酒吧，酒水全部免单。好羡慕你，求带。当然，庄先生您也是全部免单。那就谢谢张总了。庄先生您太客气了。
您和江总能来我们天地酒吧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那这样，我先不打扰了啊。你怀疑是他指使的服务员？他也不过是个傀儡罢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审问？你怕打草惊蛇？我找他过来就是为了打草惊蛇。钟玉，这蛇跳出来了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不会手下留情，哪怕是你的人。婉婉，我的人只有你，其他的人任你怎么处置。你杀人，我地头。我自己会带刀。你来马场是找我还是骑马呀？就不能两者合一？你穿这制服很美，我喜欢。钟玉，你若是馋我的身子，你已经得到了，是不是该适可而止啊？谁说我馋你的身子了？我若是也馋你的人呢？我们好像并没有熟悉到可以馋我这个人的地步呀。是不熟悉，所以我们要来日方长。钟总想干嘛就干嘛吧，我要骑马。那是你在前面还是我在前面？我习惯自己骑。怎么，钟总你自己不行吗？有些事儿我还真不行。那钟总就找别人吧。婉婉，钟宇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婉婉，这会让你占便宜，你睡上面。江总，快起来！钟总，江总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儿？我没事。钟总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先不用，把那个牵马的叫过来。把那个牵马的叫过来。先生，这匹马一直很温顺的，从来没出过任何事故。我真不知道今天他是怎么……真的吗？你确定你没对这匹马做什么？我真的没有。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这根针是你放在马肚子上的，只要骑马的人一用力，马就会剧痛惊厥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不是我不知道。最后一次机会。我是受人指使的。张老板指使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？张总，张老板出事了。动作还是够快的。婉婉，我们惊掉的这条蛇还是一条毒蛇。你胳膊怎么样啊？没事吧？疼。我去给你找医生。是心疼。婉婉，我心疼你摔着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所以你要补偿我吗？怎么补偿？当然是肉偿。江总，江总，片子出来了，没有伤到骨头，你好好休息就可以。有了。庄太太，您跟我走吧，我去给你做个全面检查。啊，我不用，我也没受伤。去吧，别有什么内伤，影响我们以后的幸福。那个高岩，你带庄总去病房。是。阿金，
我要天地酒吧张老板的所有资料，事无巨细。他没事吧？庄总放心，您太太没事儿，只有一点轻微擦伤，护士在帮她处理。不过她那个子宫里面有肌瘤，需要留意一下。肌瘤？庄总不用紧张，这种肌瘤对于女性来说很常见的。您太太这种情况应该是怀孕生产时处理不干净造成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确定她是因为生产得的肌瘤？庄总，我确定。你有多确定？100%。庄总，他这是不知道他太太生过孩子。你完了，我要被灭口了。你能帮我出一个治疗方案？什么？出一个关于肌瘤的治疗方案。我不想我太太的身体受到影响。庄总，庄太的情况肌瘤尺寸很小，她这种情况以后注意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她生过孩子这件事，希望医生替我保密，不要告诉她。一定保密。庄总，您去哪儿了？我们江总正要去找你呢。正好我也找他呢。你先走吧。你怎么不在医院待着呀？有急事儿？确实很急。哎，庄玉，你干嘛？我刚才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……说你身体很健康，是不是该补偿我了？你倒是很听医生的话呀，那医生还让你好好休息呢。没关系，不影响。庄玉，这可是医院，没人会打扰我们的。我接个电话。我来接。喂，江大美人，你在哪儿呢？你打电话来是想请我和婉婉吃饭吗？怎么是你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和你不熟。跟我不熟，跟婉婉很熟。哪儿熟啊？如果我说哪儿都熟的，那就哪儿都切。小卓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听说你住院了，没事吧？我没什么事儿。没事就好，改天我约你啊，宝贝儿。哎，好嘞。宝贝儿，他经常叫你宝贝儿。他平时都这么叫你吗？第一次。他这个人浪，他跟谁都这样。跟我比谁浪啊？半斤八两。谁半斤谁八两？你8两行了吧？这么敷衍？我哪儿敷衍了？我就随口一说。哎，庄玉，庄总，高岩，我希望你接下来说的事确实很重要。的确很重要，是关于……你们俩有什么事是不能当着江小姐说的？当然不是。说。是周总打来的，他想见您，说代表周家和咱们玉石集团谈合作。高岩，现在玉池是谁掌家？是江总。那为什么向我汇报？江总，这没关系，跟谁汇报都一样。不一样。以后生意上的事，你来负责，我只做你背后的男人。婉婉，以后你全权做主，不想合作就不合作，不想见就不见。合作必须要见，哪有把客户往外推的道理？高岩，帮我约一下见面时间。是。你就是不听话，在医院待着多好。那你岂不是独守空房了？我可不忍心。行了，进去吧，别让周小姐久等了。我就不去了，我们两个一起见她，太给周家面子。这不是老师的女儿吗？你不见见？吃醋了？你觉得我会吗？你就不能说你会，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吗？
好，我吃醋了。你不在的话，小心我公报私仇。说话算话，婉婉，别让我白高兴一场。阿健，老地方等我。江总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周彤小姐在会客厅等不高兴了，她的助理找我好几次了。我好像没迟到吧？是他们早来了几分钟，但她说您居然比他们晚到，是对他们不尊重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求着跟他合作。1小时之后带他们来见我。让他们等1个小时？怎么不能等吗？江总，这周彤小姐毕竟是庄总的朋友，您确定不给庄总这个面子吗？为什么要给他面子？为什么要给他面子？他脸长得很好看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记住，1小时1分钟都不能少。是，江总。大小姐，我刚刚都明明看到江婉到了，她怎么还不来接我们？秋水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管做什么事，一定要沉得住气。大小姐，我看呀，这个江婉她就是故意的，她就是想给你一个下马威。她恐怕也就这点能力。放心吧，不出10分钟，她就会乖乖的把我请回去。大小姐，这个江婉真是太过分了，她让我们等1个小时就算了，她还说没有时间见我们。周小姐，我们江总现在有时间了，请您到他办公室一趟。过了这么久让我们过去，你知道我们大小姐是谁吗？她什么身份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在玉池这栋大楼里，任何人想要见我们江总，都要亲自过去。你走吧。抱歉，你留下。我是大小姐的助理。我知道啊，所以你才没有资格进江总办公室。我知道啊，所以你才没有资格进江总的办公室。秋水，你在这儿等我。周小姐久等了。江婉，你就这点伎俩？那周小姐有什么伎俩？使出来让我领教领教。周小姐，请喝茶。周小姐，这茶可是我们江总的珍藏，是最好的绿茶。一般人我们可不招待的，只有您有这个特殊待遇。这绿茶，您尝尝。江婉，你不觉得这个手段很低级吗？你也配高级？江婉，你这么针对我，是因为阿玉？因为庄玉？对啊，这3年来是我一直陪着阿玉，你嫉妒？我嫉妒你。周小姐，你是不是忘了庄家明媒正娶的庄太太是我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周小姐是来谈合作的吧？可以开始了吗？谈合作的先不着急，在这之前，我先来跟你讲讲这3年来我和阿玉朝夕相处的故事。庄太太，你想听吗？庄玉得多闲啊，才能跟你这种人有故事。既然周小姐不着急谈合作，那这个合作也没必要谈。王英，送客。什么？周小姐，请吧。我也没说不谈，现在就谈。抱歉，我不想谈了，我的时间不能被这样浪费。江婉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听不明白吗？那我就再说一遍，周小姐和周家不配跟玉池集团合作，听明白了吗？江婉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说我不配？就凭我是玉池集团的执行总裁，我说你不配，整个玉池谁敢说反对？江婉，我来和你谈合作是阿月点过头的，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。好啊，那你就试试吧。江婉，我和阿月的关系超出你的想象，你就等着吧。
江总，人走了，你是没看他走的时候脸有多绿，不愧是江总啊，他敢惹你，简直就是自取其辱。不过江总，他很有可能会告诉庄总，没关系吗？告状？他肯定会说你公报私仇之类的。我公报私仇？你不在的话，小心我公报私仇。说话算话，婉婉，别让我白高兴一场。那正好，我说到做到。江婉，你一个被阿玉逃过婚的人，有什么资格恨我？我马上就让你知道阿玉像是谁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什么？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怎么回事？大小姐，庄总没接电话吗？阿玉可能在忙，他忙完就会打回给我了。阿玉打回给我了。阿玉，是你吗？什么事儿？哟，傻笑什么呢？吃蜜蜂屎了？阿健，我老婆吃我醋了。什么吃醋啊？公报私仇？那周通什么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是个人他都会这样的。别嘴硬了，羡慕我就直说。切，瞧你这德行吧，胳膊不疼了？疼，不过为了婉婉，胳膊断了倒没事儿。不是，你有完没完？还说不吃醋？得，我吃醋行了吧？给我们这些单身狗留一条生路吧。资料呢？都在这儿。真不愧是开酒吧的，这人际关系太复杂。我告诉你啊，也就是我，要是其他人没个10天8天的，说重点，卖下辛苦还不行啊？得。对了，阿宇，我先问你一句啊，你们江家有没有天地酒吧的股份？江家还不至于做这种小生意。你是说，在照片发布的前一天，也就是你回国的前一天，天地酒吧的张总突然去拜访江家，蛇果然就在身边吗？哦，婉婉，快快让我看看有没有少什么零件。哎，我又不像你有多余的零件。嘿嘿，这个庄玉才回国几天，你这嘴怎么跟他一样了？你很了解他？了解他？我当然了解他。庄玉可是云城所有女人公认的男神，我了解他很奇怪吗？我这么了解你的男朋友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甚至还想把他送给我。不枉我白认识你。来，吃饭，我请客今天。哎，对了，天地酒吧老板出车祸的事儿跟照片的事情有关。这事玩这么大，谁说不是呢？那你也不要搞什么3年之约了，赶紧从庄家抽离出来吧，我怕这样下去你丢了小命。现在离开的话会很麻烦的。麻烦总比丢了小命好吧？啊，你不会喜欢上庄玉了吧？不至于。来，干杯。你就嘴硬吧。那我问你一个你之前一直没有回答过我的问题，你们两个睡了没？哼，果然你们女人都一样，心和身体是分不开的。想多了，只是凑合过日子而已。哼，你就嘴硬吧。假如你是我，你能忍得住吗？一个长得还算好看又合法免费的皮囊。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我也忍不住。好吧，我理解你了。不理解也可以，反正还有2个月，我就会离开庄家，光明正大的离开庄家。好吧。装一电话，快接，快接。喂，在哪儿啊？出门吃饭。
查岗和男人？是男人。那慢慢吃。拜拜。婉婉，你怎么说实话了？万一他要过来捉奸怎么办？你觉得自己哪像个奸夫呀？也是，这个重要的不是我觉得像不像，而是他觉得像不像。没事儿，我在呢。你害死我了。婉婉，不对呀，我干嘛怕庄玉啊？哎，我们这么纯洁的姐妹情，我应该理直气壮才对啊。毕竟他不在这3年，可是我在帮他照顾老婆呀。是啊，你都应该跟他要补偿费。就是，他应该感谢我才对。现在就是他，看见他就退让了。他是来接我的吗？阿月，你来接我了。不用软了，他不是来找你的。哼，小绿茶，走吧。阿月，麻烦你了，我和王家主喝了点酒，刚回国，不太熟悉，不敢打车，所以才让你来接我的。哎，庄总你好。王家主做人只管结婚不管生孩子。阿玉，这也不能怪王家主，他是临时有事儿才不能送我回去的。临时有事儿？王家主做生意也会突发奇想，看来我要重新考虑一下和王家的合作。阿玉，婉婉，庄总有事吗？现在回去啊？一起。阿玉，你要是有事儿的话，就先去忙吧，我自己打车回去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危险的吧？以防万一，还是……谢谢你，阿玉。王家主送你回去，现在应该没事了吧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庄总，我可以送周大小姐回去。那个事儿啊，临时取消了。江小姐，刚才在里面，你朋友喂你吃饭的时候，好亲密，我真的好羡慕你啊，江小姐。周小姐，抽空去医院挂个眼科吧，你眼睛里有脏东西。脏东西？等等，庄玉，你不会信了他的话吧？阿玉，你不要误会他们啊，你就当我刚才是看错了。哎，庄玉，你要干什么？有事冲我来啊，不许动婉婉。婉婉倒是提醒了我，我也碰上脏东西。嘿，走吧。哎，周大小姐，我送您回家吧。她漂亮吗？您是说江总吗？漂亮。和我比？那自然是比您逊色多了。是吗？当然，不仅外在逊色，那内在更是比不了。这3年来，张总一直陪在您身边，对其他女人看都不看一眼，那摆明了心里只有您一个人了。至于江总嘛，应该是利用他来打理一下公司，避免麻烦，顾及他的面子而已。你还怪机灵呢，把阿玉的心思猜得明明白白的。走，送本小姐回去。一上车就睡，他有那么困吗？省东方，到地方了，别睡了。这么快？我的美梦还没做完呢。什么美梦啊？我梦见你和婉婉的婚宴。哎，不对，梦错了，不是婚宴，不是婚宴。婚宴？3年前我不在的那场婚宴。好像不是婚宴，我梦错了。那是什么？我和婉婉还有别的婚宴？有啊，以后的婚宴啊。哎，我梦见你和婉婉又办了一场婚宴，那婚宴办的
豪华至极啊，大气磅礴的。哎，婉婉穿了一身漂亮的婚纱，你穿了一身帅气的新郎服，你们两个站在台上，那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啊！画面不错，这个梦我喜欢。哎，既然喜欢，那不如让美梦成真吧。庄玉啊，婉婉可是我的亲妹妹，按辈分来说，你得叫我一声大舅哥。当然不喊也行。大舅哥？哎，别这么客气。不过既然你叫了我这声大舅哥，那我可就要叮嘱你两句。我们婉婉可是很不容易的，你要是敢欺负她，我可对你不客气。大舅哥放心，婉婉我疼着呢。行，今天谢谢妹夫送我回来，改天大舅哥请你吃饭。婉婉，我走了哦。快下车吧你。拜拜。婉婉，来。婉婉在想什么？没想。3年0几个月12天，阴雨天。刚才大舅哥都提到3年前的婚礼，你还什么都不想？你想让我想什么？你不想知道3年前我为什么逃婚？不想。为什么？都过去的事情了，没有意义。那我对你有意义吗？总是自我欺骗，总是自找怀念。哥，不好了，一白不见了。知道了。乔一白不见了，是你安排的？你和周彤出现在同一个餐厅，是庄妹安排的。你在向我解释？婉婉，你说的对，过去的事情再说什么也没有意义，所以我想把握当下，我不想让你对我再产生误会。哥，一白找到了吗？想找你男人，那就跪下。想找你男人，那就跪下。什么？玉儿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他这是又要给我交代。你问我做什么，不如问问他做了什么。妹儿，你做什么事儿惹你哥生气了？我什么都没做，谁知道这个江晚又给我哥吹什么耳边风？你最好再瞪得狠一点，不然以后没机会了。玉儿，你先别生气啊，你把话说得再明白一些，说不定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呢。确实有误会，周彤让我去接他，可是我在他吃饭的地方碰到了婉婉，你说这个误会大不大？妹儿，这是你安排的？我没安排啊，这就是一个巧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你。手机里和周彤的聊天记录删掉了吗？你糊涂，怎么能做这种事惹你哥生气呢？是我又怎么样？我就是想让周彤当我嫂子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快闭嘴吧你！玉儿，婉婉，这事儿是妹儿做的不对。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找到一白，这些小事儿能不能缓缓再说？小事儿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婉婉误会我更大的事儿，懂吗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婉婉误会我更大的事儿。哥，这江晚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周彤哪儿比不上他了？你别被他给迷惑了，他心思可毒着呢。现在下跪道歉已经没有用了，我马上让人收拾东西。什么？玉儿，你要赶妹儿出庄稼？
她可是你的亲妹妹啊！有什么问题吗？她已经结婚了，总是赖在娘家，不是回事儿吧？妈，你快说说月儿吧，妹儿可是您的亲孙女儿。小妹，按你哥说的做，跪下道歉。芳荣，现在庄家可是玉儿和婉婉当家。妈，我不要跪下，我也不要离开庄家。婉婉，这件事儿确实是妹儿做的不对，不该挑拨你和月儿的感情，也不该说你的坏话。那妈，替妹儿向你道歉，妈给你跪下。婉婉，那妈现在给你跪下。哎，妈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您可是长辈。妈，这也是没办法呀，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妹儿被赶出庄家。差不多得了。差不多得了。我觉得他们还没找到教训，还会再犯。月儿，你放心，完事以后我一定好好教训他，让他不再惹你们生气。现在最要紧的事儿是先找到100，他已经1天都联系不上了。我怕他会出什么事儿。男人失联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就那点事儿呗。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一白他不是这种人。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位置发你了，去找你男人们。他正搂着别的女人睡觉。他背叛我，他竟然敢背叛我！妹儿，你冷静点，你现在不能过去，事情会闹大的。我不管，他敢背叛我，我要杀了他！妹儿，回来！要不要去看看热闹？我想回去休息了。那我陪你睡。玉儿，陪奶奶说会儿话。你陪奶奶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小玉，奶奶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就是刚才他道了歉，捉奸这出也少不了。更何况，方荣是不会让他的宝贝女儿道歉。以小妹的性格，她这么出去一闹，一定会满城皆知的。看来，她要彻底从玉池集团出局了。也就是他没有对婉婉做更过分的事，不然我让他从这个世界出局。也就是他没有对婉婉做更过分的事，不然我让他从这个世界出局。唉，奶奶，您不用叹气，这是第一个针对过婉婉的，可不止他这一个人。玉儿，这事儿就不能到此为止吗？奶奶，您也这么大岁数了，按道理您什么都应该看透。您维持这种表面的假和平有意义吗？唉，我呀，只要活着一天，我就希望看到庄家人和睦一天。只要庄家和睦，那婉婉呢？奶奶，您到底有没有把婉婉当庄家人？有没有把她当孙媳妇儿啊？还是说，您只把她当成我们庄家的赚钱工具？小月，你确定你喜欢上江婉了？哪怕她不是江家大小姐，你知道，婉婉是江家二小姐，她是代替她意外离世的姐姐嫁给我的。我在国外就知道了，只是回国以后才确定的。用力的遗忘，我记得你的资料上说你不吃香菜。告诉自己不要再去想。原来你真的什么都知道，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上他这个人了。我从来都是喜欢他这个人，跟他的身份无关。3年前你逃婚，又没见过他，你这才回来几天，你确定你喜欢上他了？
还是出于愧疚？奶奶，您还记得5年前我被人下药的事情吗？难道那个女人是？对，就是我。所以，奶奶，您还要继续劝我吗？奶奶，国外比较清静，要不您出去待一阵儿？哎呀，我老了，出不了远门了。那就别怪孙儿大逆不道了。你保重。哎，小月，奶奶一直没问你，你生母她最近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她很好，彻底解脱了。小主，婉婉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婉婉，抱抱。不给人抱啊，陪我坐会儿，总行吧？不行。我现在就这么垃圾，一个个的都嫌弃。这就真苦啊！婉婉，这个甜。婉婉，喂我吃吧。啊，真甜。尝到甜头了，可以走了吧？可是萧家不要我了，萧家不要我了。我在萧家活了20多年，每天被别人萧少萧少的叫着，结果我居然不姓萧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不可笑，起码你还是你自己。有些人连自己都不是了。不嫁！你以为我把你接回来为了什么？就是让你替你死去的姐姐加入庄家。只不过是个替身而已。婉婉，你居然会安慰我？说事实吧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婉婉，我喝多了，走不动了，你就收留我一晚吧，好不好？那你就在外面睡吧，反正也冻不死。婉婉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对我狠心呐！不过，正好。江婉，谢谢你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小主，这次我不想逃，这条是一路游，脑海都是你的微笑。我看到小卓了，我刚才看到小卓了。是啊，他刚走。从哪儿走的？你想让他从哪儿走的？床上。他跟我说你给他的糖很好吃。你也想吃啊？还有。我要吃更甜的。让我为你画一幅画，用我全部生命做沙，倾注所有情绪也罢，画出属于我们的家。那些有爱过去，果然比糖更甜。我要去洗澡。我帮你洗。啊、婉婉，你今天这么配合我，
是因为收拾了庄妹和乔一白吗？庄月，你不该那样做。心软了？心软了？你那样做只会让蛇狗急跳墙。我就是为了让他们跳出来。可那样会连累无辜的人，比如张老板。他可不无辜，能被连累到的没有一个是无辜的。婉婉，为了你，我可以无恶不作，哪怕真连累无辜的人，我也不在乎。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我不相信爱情和男人，尤其是婚姻。不相信婚姻，你当初为什么要结婚？因为我自始至终都不把这个婚姻当真。可是我当真。你当真是因为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我只知道你是庄太太，够了。你们说以前怎么没有发现江总这么心胸狭窄？人家周彤不过就是跟庄总认识而已，他就直接公报私仇，取消了合作。他肯定是看周彤各方面都比他好，怕庄太太的位置被取代了。庄总本来就不喜欢他，要不然当年也不会逃婚了。被取代啊，早晚的事儿。早晚被取代，那中午呢？江总，你们3个被开除了。江总，你凭什么开除？就凭我心胸狭窄，所以自然见不得别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了。你就因为几句话就开除？我不服。不服也没办法，我有这个权利。通知人事部走流程。江总，我在公司兢兢业业，从来没有违反过公司规定。你就因为几句话就开除我，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要举报你。违法？举报我？财务部耿静静是吧？是。怎么了？你脖子上那条项链，以你的薪水，不吃不喝2年也买不起吧？你去举报我吧，顺便记得问一下，你这种收受贿赂、造谣传谣的人是不是也违法？江总，我错了，我是一时鬼迷心窍，被那个周彤给骗了。办手续去吧。谢谢江总手下留情。喂，婉婉，你们现在不让我进？等我。不过你没告诉他们，你是庄玉的大舅哥吗？对呀，我怎么忘了这茬了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可是你们庄总大舅哥，玉池集团的皇亲国戚，还不赶紧给我开门！让让，我们大小姐要见庄总。周彤？周彤？是你啊，江婉的姘头。能当婉婉的姘头，我可是太高兴了。不像某些人，想当姘头都没人要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敢说我们大小姐？我算什么东西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是庄总的大舅哥。还大舅哥，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你要是庄总的大舅哥呢，那我就是江婉的干妈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你是我的谁？你刚才说你是我的谁？我就说怎么着，你还敢动手打我不成啊？他刚才说的话录了吗？录了，江总。啊，报警。报警？江婉，你吓唬谁呢？什么时候一句玩笑话就能报警了？玩笑话？我身为玉池的执行总裁，代表着玉池的脸面，在这样公众的场合拿我开这样的玩笑，你就是在公然侮辱玉池，有损玉池的名誉。我为什么不能报警？江婉，你少上纲上线，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？我相信我们玉池的律师团队。记得再加一条，周彤怂恿助理少乱玉池办公。江婉，你别打，我道歉。江总，对不起，刚刚是我口不择言。刚才口不择言的时候，声音也这么小吗？大声点儿。江总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换一个主子吧，学点好。江婉，
你别太嚣张。我嚣不嚣张你看不到吗？你不要放无关的人进来，如果有人闹事，你就报警。是，江总。江婉，你这么不想让我进公司，是害怕我见到阿玉吗？江婉，你害怕也是对的，毕竟我才是阿玉亲生母亲认可的人。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阿玉，我母亲直到去世，连我都没认出来，怎么认可你的？阿玉，我说的认可是亲近的意思。我见过你妈那么多次，而江婉小姐一次都没见过。相比而下，我肯定要比她亲近一些。亲近？有多亲近？她的病房你有迈进去过一步吗？阿玉，那是因为我害怕。既然害怕，还有脸说亲近？连我妈都利用上，还是对付我的妻子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阿玉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去跟你父亲解释，通知下去，云城谁与周家合作，就是与庄家作对。是。什么？哼，你这个败家女，惹谁不好，非得要惹她，现在怎么办？哎，今天这新闻可真是热闹啊！哎，先是庄家大小姐庄妹和小三互撕，还有周家大小姐周彤被父亲掌掴，妹夫干得漂亮啊！大舅哥满意就好。满意？我可太满意了！哎，婉婉，你看，超级精彩。他为什么不认识你了？谁啊？疯了。从我见到他的时候，就已经疯了。从我见到他的时候，就已经疯了。抱歉啊。不必。妹夫，原来你当初不是故意逃婚，而是去找亲生母亲了。既然已经逃婚了，哪有什么不是故意的？哎，事出有因，情有可原啊，对吧，婉婉？江总，会议时间到了。那你们聊。你当初去找亲生母亲这件事情，你没有跟婉婉说过？过去了再解释也没什么意义了。怎么没意义啊，妹夫？大舅哥这时候就要给你说道了。哎，夫妻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信任。信任的前提是什么？是坦诚。你们都不互相坦诚，怎么相互信任啊？既然说到坦诚，那大舅哥，请你坦诚地告诉我，你知道婉婉生过孩子吗？你知道婉婉生过孩子吗？咖啡有点烫。婉婉生孩子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你都逃婚了，你都没有参加婚礼，婉婉跟谁生孩子去？你是说你不知道？这不是知不知道的事，压根就没有。庄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怀疑我跟婉婉曾经背叛过你吧？你，庄玉，你要干什么？庄总，我们可不能对不起婉婉啊。庄玉，今天就是你把我办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没有的事。今天的事不许告诉婉婉，不然我可能真的会办了。哦，吓死我了，差点就贞洁不保了。婉婉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怎么了？婉婉，这件事儿我不能瞒你，就是你们家庄玉刚碰了我。婉婉，这件事儿我不能瞒你，就是你们家庄玉刚碰了我。那恭喜你啊！恭喜我？你们家男人碰了我，你还恭喜我？庄玉这辈子碰了多少女人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敢保证你是他碰过的第一个男人，这不该恭喜吗？你的嘴真是越来越毒了。不过说正经的，庄玉好像知道你生过孩子。他终于知道了，挺好。挺好？你都不怕吗？怕什么？怕他不要我啊？那
肯定不会，我们婉婉这么优秀，2条腿的男人还不随便找啊？我是怕他对你和孩子不利。他早晚要知道的，是避免不了的。那你应对得了吗？那可是庄玉啊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应对得了，但是我做好了准备。婉婉，上车。去哪儿啊？抓蛇。他要狗急跳墙了？婉婉，以后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。庄玉，这件事情之后，我们该履行3年合约了。你还是要跟我离婚？合同上就是这么写的。合同可以改。我不想改。你不想改合同，我又不想离婚，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我不是什么江家大小姐，是我姐姐意外离世之后，我替她嫁给你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生过孩子，小糖果就是那个孩子，并且是我5年前被人强奸后生下的。你说强奸？没错，强奸。现在可以离婚了吗？现在可以离婚了吗？为了离婚，可以把隐藏这么多年的秘密说出来。你是认为我庄玉脾气很好是不是？你想做什么呀？可以冲我来，但不要去动我的孩子，否则我会发疯的。你发疯之后会怎么样？你可以试试看。这么在意孩子，是对孩子的父亲还有感情吗？是，还很深，深仇大恨的深。既然你同意了，明天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。谁说我同意了？你究竟想怎么样啊？我要你继续做张太太。庄太太是终身制。妈，你就帮帮媚儿吧，要不然她真的会被逐出董事会的。她呀，本来就不适合待在那儿。妈，她就算再不适合，她也是您的亲孙女儿啊，您就真忍心看她出局？你就真忍心看她出局？方荣，玉池交给阿玉和婉婉，我很放心。你和媚儿就别惦记了，这以后呀，少不了你们吃，少不了你们穿的。好，妈，我知道了。妈，喝杯茶。哼，对付我这把老骨头，还需要用下药这种手段吗？我这不也是为了多一层保险吗？既然不愿意喝，那就算了。我们直接走流程。哟，你也真是有心呐，都提前帮我把遗嘱准备好了。不准备不行啊，不然我们家媚儿可就什么都捞不到了。别拿媚儿说事，媚儿虽然不成器，但她也没那么大的野心。一样，媚儿是我的女儿，我的就是她的，她的就是我的。你有把媚儿当你亲生女儿了吗？你现在这样做，一旦失败了，你会牵连媚儿的。富贵险中求，我相信媚儿一定会理解我的。妈，你好像没有资格说我吧？你不也只是把江婉当成了赚钱工具，没有当孙媳妇儿吗？我没把她当成孙媳妇儿，这进门第2天我就把玉池交给她，我没把她当成孙媳妇儿，我怎么会替她隐瞒替嫁的事？还有，我还催她和小玉赶紧生孩子呢。替嫁？江婉不是江家大小姐，你确定吗？江婉既然是替嫁，这可是一个致命的把柄。很好，不过妈，你这话说的挺漂亮的，那为什么
我一手主导的艳照事件，你不阻止，我可不信你不知道这件事。你确定是你一手主导的吗？你确定是你一手主导的吗？这有什么不确定的？你该不会连是我主导的都不知道吧？那你可真的是老糊涂了。我是老糊涂了，老的呀，连在遗嘱上签字的能力都没有了。老东西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签字，我会让你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。是啊，我是活得太久了。虽然我叫你一声妈，可是我跟你半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你真的以为我下不去手吗？知道我为什么确定婉婉不是江家大小姐吗？就是因为我在你身上看走了眼，所以小玉娶妻时我调查得清清楚楚，才让她嫁进门呢。哼，原来这么多年你都没有相信过我呀，那我更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。老东西，那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签还是不签？好好好，老东西，你骨头硬得很是吧？那我今天就成全你！住手！住手！小玉，你们给我退后！再上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方荣，你放下刀，现在出去，绝不阻拦。你当我傻呀？我现在放下刀，恐怕出不了云城就被你抓回来了。虽然我没想过你们会来，不过来了也挺好的。这个死老太婆不愿意签字，那就由你来签吧，庄月。只要你愿意将庄家一半的家产转让给媚儿，那我就放了你奶奶。怎么样？用一半的资产换你奶奶一条命，不亏吧？好。小玉，别管我，快上来抓他！婉婉，奶奶把玉池交给你，很放心。玉儿，以后你要好好的对婉婉，你们要好好的过日子。死老太婆，你给我闭嘴！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住手！住手！庄月，我就知道你在乎这个死老太婆的命，毕竟当年连你那个疯了3年的妈你都不曾放弃，照顾了她3年，还给她养老送终。小玉，别让奶奶失望。老太婆，别看你是个孙子，平时杀伐果断，其实心没有那么狠，尤其是对有血缘关系的亲人。我来吧。你干什么？我没有血缘，下得去狠手。小万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再往前一步，我真的杀了他！奶奶，我会替你多烧一些纸的。好，婉婉，你没让奶奶失望。奶奶把玉池交给你，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。死老太婆，你给我闭嘴！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！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！奶奶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死不了。奶奶，送你去医院。不急不急。婉婉，你没让奶奶失望。对不起啊，奶奶。哎呦，说什么对不起呢？你没让奶奶失望，这做大事的人呢，就得要狠下来。别说奶奶没事儿，就是奶奶有事儿，奶奶也高兴啊。奶奶，先去医院吧。好，奶奶听你的。慢点。哎，有必要这样吗？非要让奶奶受伤？我们提前进来是可以避免奶奶受伤，但这样可盯不死她，而且也是奶奶自愿的。照片的事情弄得有些大了。是有些大，不过已经结束了。弄醒她。
说吧。是，照片是我发网上的，发了之后，我就收买了天地酒吧的张老板，让他找人匿名给江婉打电话威胁他，然后你们就找到了张老板。我怕事情败露，就在张老板的车上做了手脚，让他出了车祸。你可够全能的，会收买人，会灭口，还会精修 P 图。带走吧。照片不是我 P 的，你说的其他的我都认，但是照片不是我弄的，照片我是在江婉的房间找到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咬婉婉一口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他说的是真的，那些照片是我的。那些照片是我的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婉婉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从来不开玩笑。不过你也不用觉得自己被绿了，照片上只有脸是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。所以，你是故意让方荣找到那些照片，这件事整个都是你主导的。没错，是我亲手主导的，只不过后续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是我没料到的。照片好看吗？这事玩这么大，谁说不是呢？为什么这么做？很简单，为了跟你离婚呀。为了跟你离婚呀。为了离婚，你可以玷污自己的名声，甚至伤几个人、死几个人，你都不在意。张老板被杀人灭口是我没想到的，就像我没想到你看到照片后没有第一时间跟我离婚，所以我后面才又想了一些其他办法。所以你不是江家大小姐，包括你有孩子，都是你故意让我知道的。没错，我只煮了我自己的。那把你的分我2口。行，出去等着吧。真香。我记得你的资料上说你不吃香菜的，你确定他是因为生产得的肌瘤？庄总，我确定。婉婉，你为了达到目的，可以这么算计啊？所以现在可以跟我离婚了吗？所以现在可以跟我离婚了吗？钟玉，我跟你说过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不是江家大小姐，我生过孩子，并且我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甚至可以伤害他人性命。跟这样的人同床共枕，你真的安心吗？明天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我辞退的消息。婉婉，你有没有对我动过心？哪怕只有一点。我告诉你们，婉婉以前在浴池是万人之上，以后依旧是万人之上，明白吗？婉婉是我老婆，谁敢对她不敬，我六亲不认。小事儿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婉婉误会我更大的事儿。婉婉，再加上重来者不走的才是傻瓜。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都是假，爱也全都是假，你见证的拥抱都是假，猜测的思念是假，我活得好过几百万人，被所有喜欢。江总，您怎么来了？
委屈你了，张老板，以后不用再躲了。江总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伤没事吧？没事，再过几天就彻底好了。是我连累你了，张老板。江总，您可千万不敢这么说呀！是我做错了事，您不仅不计较，而且还救了我的性命。以后您有任何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，我绝无二话。那您慢走啊。哎，再见。美女，上车。萧家又要你了？他们是改变主意了，但是我拒绝了。凭什么他们想要就要，想不要就不要？小爷我还不伺候了，不就是一个萧家吗？小爷我重新打造一个萧家出来。这才是我认识的萧少呢。谢了。不是，你看都没看就知道里面是城西地皮的项目授权书啊。因为我知道萧少从不欠别人人情，尤其是女人。你这女人果然把我拿捏得死死的。我怕别的女人欠我人情，是怕她们讹上我，但你是个例外。婉婉，你可以讹我。萧少，等你再造一个萧家出来，我再讹你。婉婉，很快的，我等你来讹我。爸。地皮终于拿下来了，我们江家要发达了。婉婉，你辛苦了。小糖果。小姨，怎么了？谁惹我们小糖果不开心了？小姨，其他小朋友说我没有妈妈。那小糖果想要妈妈吗？想。小姨做你的妈妈好不好？真的可以吗？可以。从明天开始，小姨就是小糖果正式的妈妈了。妈妈。他没来，就这样结束吧。总感觉今天有大事情。玉石集团的新闻哪次不大？江总来了。各位，我有重要事情要宣布。我宣布辞去。等等。庄总怎么抱个孩子？妈妈。这孩子喊江总妈妈。庄总和江总什么时候有孩子了？是啊，庄玉，我说过。江总说话前，我想先说两句。江总说话前，我先说两句。5年前，有个20岁的女孩，在酒店做服务员，在她打扫卫生的时候，一个神志不清的男人闯了进去，欺负了她。10个月后，她生下了一个孩子，在孩子不满1岁的时候，她的家族逼她联姻，所以她只能隐瞒孩子的存在，穿着婚纱参加了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。没有新郎的婚礼，这怎么那么像是？时间也对得上，就是3年前。庄总，您说的这个女人是？没错，那个女孩就是玉池的执行总裁江婉，江总。那个神志不清的男人就是我。庄总，那您的意思是5年前您和江总意外发生了关系，现在又巧合嫁给了你？不是巧合，是天意。天意让我别错过他。庄总，那您讲这个故事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呀？这个故事不是讲给你们的，是讲给他的。我想告诉他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很清楚，不要再伤害自己了。你没有错，错的是我。
还错了2次，对不起。接下来这段话才是讲给你们的。我宣布，要将我在玉池集团的所有权益转给江晚，并辞去我在玉池集团所有的身份。从今天起，我的身份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江晚的老公。哇，好幸福啊！庄玉，你别以为因为当年的人是你，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。我是为了孩子回来的。我知道，我们来日方长，这场新的婚礼只是我们的开始。我去接个电话。婉婉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一定不会缺席。什么？周彤住院自杀了？这个小孙女啊，真的很听话，和她妈妈一样长得可爱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？你能来，我不能来？你跟我比，我可是庄玉的大舅哥。他们补办这场婚礼，还是我出的主意呢。我来，是想让心死个明白。新娘子好漂亮啊！今天，今天真漂亮啊！我叫江晚，今年25岁，再次披上了婚纱。妈妈好美。下面有请新郎登场。这次是我自己的婚礼，我是真正的新娘。So hey girl, take a look around you. Look at everything that you've got.